知道98版《水浒传》里整个剧组武功最高的是谁吗？不是打真老虎的武松，而是身材矮小的武大郎。武大郎的扮演者宋文华，戏里是被西门庆欺负，被潘金莲背叛，连反抗都不敢的3寸丁，走路弯腰驼背，说话唯唯诺诺，谁看了都觉得他窝囊。可现实里，他可是实打实的武术高手。宋文华10几岁就被北京工人武术队看中，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拳踢腿，一套入门动作能反复练上几百遍，哪怕浑身淤青也不偷懒。1984年全国武术比赛，他作为北京队代表出战，一路过关斩将，直接拿下了矮子拳项目的全国冠军，后来还拿过好几次醉拳冠军。为了演好武大郎，他特意收敛了一身功夫，以至于电视剧播完，没人能把这个小个子和武术冠军联系到一起。和他反差最大的就是武松的扮演者丁海峰。戏里的武松浓眉大眼，身材魁梧，醉打蒋门神，血溅鸳鸯楼，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好汉。可丁海峰当时就是个刚北漂没多久的新人，只演过2部名不见经传的小戏，连一点武术功底都没有。导演组选中他，就是他的形象太贴合武松了，阳光硬朗，英气逼人，一眼就让人觉得他就是从小说里走出来的武二郎。还有潘金莲的扮演者王思义，她本来是台湾的模特，长相靓丽，气质出众。一开始导演找她演潘金莲，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她怕演完被定型，也不喜欢潘金莲这个角色。最后还是她妈妈用了激将法，王思义才咬咬牙接下了这个角色。还有王干娘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，戏里的王干娘尖酸刻薄，搬弄是非，专门撺掇潘金莲和西门庆，看得人牙痒痒，恨不得冲进屏幕里骂他2句。可戏外的李明启老师却是个出了名的和蔼老人，作为老戏骨，在片场的时候经常给这些年轻演员一些中肯的建议。可能有人不知道，98版《水浒传》能拍出来，本身就是一场奇迹。1994年，央视要拍4大名著的最后一部《水浒传》，把这个重任交给了张少陵导演。可当时的情况，说是难如登天，一点都不夸张。那时候行业里流传着一句话：改编名著等于挖祖坟。观众对名著的期待太高，改多了挨骂，改少了又没新意。而且央视拍的前几部名著都大获成功，这部《水浒传》一旦拍砸了，不仅对不起观众，更对不起经典。张少陵压力大到睡不着觉，思来想去，他拉着杨争光、冉平2位编剧，直接躲到了秦皇岛。这3个人在秦皇岛待了好几个月，除了吃饭睡觉，剩下的时间全在琢磨剧本。当时原著有70回、100回、120回3个版本，有人建议拍70回版，结局慷慨激昂，也符合电视剧的容量。可张少陵非要以120回为蓝本，他说哪怕是悲剧结尾，也要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恢宏画卷，让观众看到梁山好汉的无奈与悲凉。由于压力太大，编剧杨争光只能靠吃安定片才能入睡，到最后甚至对安定片产生了依赖。剧本好不容易写完了，新的难题又来了，怎么定演员呢？当时所有人都认定宋江这个角色非李雪健莫属，可李雪健一开始不愿意接，因为他之前演的都是宋大成、焦裕禄这样的大好人，在观众心里就是正面形象的代名词。他觉得宋江太窝囊了，明明是梁山老大，却一门心思要招安，最后把兄弟们都带向了绝路。他怕演不好这个复杂的角色，也怕破坏自己在观众心里的印象。张少陵没放弃，天天拉着李雪健分析剧本，跟他聊宋江的一生。一个小吏，胸怀大志却郁郁不得志，被逼上梁山后，想给兄弟们找一条正路。招安不是窝囊，是他当时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路。就这么聊了好几天，李雪健终于被宋江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打动，答应出演这个角色。如果说剧本是根基，演员是灵魂，那98版《水浒传》的灵魂是演员们用命拼出来的。现在的剧组拍打戏，要么用替身，要么靠特效。可当年的演员们，每一场戏都在拿自己的身体冒险。就说丁海峰，他没有武术功底，为了演好武松，每天拍完自己的戏份，还要留下来特训、练拳、练身段，经常累得倒头就睡。武松打虎那段戏，一开始剧组准备用道具老虎，可拍出来太假，一看就是糊弄人。导演咬咬牙，决定用真老虎拍，这在当时的电视剧里几乎是前所未有的。拍摄前，剧组给丁海峰买了好几份保险，谁都不能保证他会不会被老虎咬死。拍摄的时候，丁海峰按照剧本一把将老虎压在身下，可没想到老虎突然反客为主，一爪子拍在了他的眼睛上，当场就受伤了。如果不是驯兽师及时干预，我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鲁智深的扮演者臧金生为了这个角色更是付出了健康的代价。他一开始体重170斤，可导演觉得这离鲁智深膀大腰圆的形象还差得远。臧金生接下来的2个月，每天吃20个鸡蛋，不喝水，只喝奶粉和啤酒，饭前吃乳梅生，饭后吃酵母片，就是为了快速增肥。2个月后，他的体重飙升到260斤，成功达到了导演的要求。可快速增肥也让他患上了甲状腺肿瘤和心脏病，还没等开拍就先上了手术台。以及倒拔垂杨柳那段戏，剧组用吊车配合他拉树，可拍摄的时候老旧的钢丝绳突然断了，断裂的钢丝朝着他的脑袋砸了过去。
万幸的是，钢丝离他的头顶只有不到30厘米，差一点就出了人命。李雪健也没例外，他从小就不会骑马，可戏里的宋江经常要骑马出征，他不愿意用替身，觉得那样不真实。每次拍摄骑马的戏份，他都亲自上阵，结果先后摔了2次，一次摔成骨裂，一次直接摔晕过去。醒来后稍微缓一缓，又继续拍摄。98版《水浒传》播出至今已经20多年了，为什么它能成为经典？不是因为特效有多好，也不是因为投资有多高，而是因为剧组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心对待这部作品。戏里他们是江湖好汉，是恩怨情仇；戏外他们是并肩作战的知己，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拼尽全力的伙伴。